过年辞工染黄毛，装叛逆，想替小贝扛火力，结果全家集体发疯，各处离谱操作，我的潮流直接被秒成渣。临近过年，我辞了职，剪了一头黄毛，戴着铆钉耳环准备回家。我要扛下所有火力，为家中小辈撑起一个安逸清静的新年。结果30岁未婚的金贵小叔带了个黑皮寸头、身高185的男舍离回家，说要追求自我。学霸堂兄说要退学去缅北挣大钱，还准备卖了房子投资进去，说要追求财富。上初中的妹妹说爱上了已婚的班主任，说要追求真爱。于是爸妈忙着抢妹妹手机，卸载小叔视频软件。大伯抽出气皮狼皮带，又从墙上取下鸡毛掸子，男女混合双打，击碎了堂兄的报复美梦。奶奶哭天喊地说肯定是祖坟出了问题。爷爷抡起板凳，虎虎生风直往小叔头上去。在这样的鸡飞狗跳之中，我的潮流，我的个性无人在意。随着年龄日益增长，家中长辈亲戚的战斗力直线飙升。什么时候结婚啊？这样温柔细腻的询问，已经演化成你都27了还不结婚，女人过了30就没人要了。准备老了进养老院挨护工的巴掌吗？这样的直接恐吓，在年复一年的压抑中，我愤怒了，觉醒了，决定做出改变。今年我就要让家里的长辈看到我的反叛，意识到我的态度，明白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稳重、有能力为自己人生负责任的成年人，无需长辈的打压式引导。于是我染了一头黄毛，黄得发亮的那种，终究没狠下心，在耳朵上穿2个洞，网购了弹簧式耳夹和粘贴式铆钉。我以一个非常叛逆的造型递交辞职，申请之后，潇洒地坐上了回家的火车。望着窗外逐渐熟悉的景色，我忍不住勾起一抹笑。想必我这样一身造型会吸引家里所有长辈的火力。且看我舌战群儒，为家中小辈拼下一个安逸新年。我嘚瑟地哼着小曲，走在回老家的路上，远远地望着门口，却似乎觉得有些不对。往年这个时候，门口早就张罗起来了，大人嗑瓜子，小孩放鞭炮，热热闹闹的。今年福字春联倒是贴得整齐，只是静谧的有些诡异。又走近了些，我发现门口蹲着个我从未见过的黑皮寸头大帅哥。他看见我起身，扯起了个微笑。他身形魁梧，个子高大，看着至少有185。敞开的羽绒服内仅有一件黑色高领紧身衣，隐隐显出宽肩窄腰和肌肉的线条。体型带来的压迫感让我下意识后退半步，他却和我打起了招呼，是慧慧吧？我更不知所措了。这人是谁？怎么会知道我的小名？难道是家里准备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？眼看我脸色阴晴不定，他伸手在怀里掏了一阵，竟然摸出了红包要递给我，看着还挺厚。相亲对象也用不着一见面就分红包吧？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不该接。终于，大概是听到了谈话声，父母匆匆赶来。爸爸一把把我拉进屋里，全程没看一眼那个男人。妈妈尴尬陪笑，那什么，你先坐先坐。两人全然没有关注我的造型，只一味地把我往屋里推。屋里更是静悄悄的，气氛安静的诡异。我忍不住出声询问，那人谁啊？爸爸阴沉着脸，一言不发，转身走了。妈妈压低了声音，欲言又止，那是你的。就在这时，屋里传来一声巨响，像是有重物落地。紧接着便是一阵喧闹，爷爷愤怒的咆哮带着剧烈的咳嗽。你今天敢出这个门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儿子。爸爸和大伯大概是给他顺着气，连声劝阻，让他别动怒。我探头去看，只见小叔红着眼睛从屋里快步走了出来，金丝眼镜遮不住泛红的眼尾，长款风衣裹不住急切的脚步。寸头男2、3步上前，揽着他的肩膀往屋里看，似乎想进屋里说些什么。小叔挡在他面前，轻轻摇头，随后把头埋在他肩上，哭出了声。他只低声抽泣2声，压着嗓子说了一句话。寸头男满眼都是心疼，揽着小叔上了车，两人扬长而去。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我妈欲言又止了，因为我也目瞪口呆。所以那个黑皮帅哥是我的小婶子。爷爷明显气得够呛，一直在咳嗽。年纪上来后，爷爷的心脏一直都不太好。爸爸和大伯一左一右搀着他，都在劝他注意身体。奶奶抱着大嫂嚎啕大哭，家门不幸啊，这叫我怎么活？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啊？妈妈连忙给他拍着背，顺着气。我们3个小辈又是拖椅子，又是倒茶递水，好半晌才把2个老人家哄住。爷爷仍然是满脸怒意，大手一挥，大过年的，不管那个糟心玩意儿，我们该吃吃该喝喝，我就当没生过那个兔崽子。呸，这明显是气话。爷爷骂骂咧咧了好大一阵子，最后默默坐在院子里，抽起烟来，一根接着一根，熏得直咳嗽，眼睛红了，也不听劝，谁劝都不听，气氛实在是太压抑。我们几个小孩都只能躲在房里，不敢出声，实在是太震惊了。小叔是爷爷奶奶的老来子，比我大不了几岁，如今也才刚过30。我印象中小叔事业有成，文质彬彬，却一直没听说在感情上有什么动静。爷爷奶奶催了又催也没用，没想到居然是这样。
我尝试向早些回家的堂兄和妹妹打听详细情况，但两人都低头摆弄着手机，对我的话爱答不理，全程甚至没抬头看我一眼。当然，也没人注意到我潮流的造型，我的耳环可是镶钻的呢，那么闪。在爷爷的坚持下，虽然明显所有人都心不在焉，但还是很快便开始吃年夜饭。2杯酒下肚，爷爷红着脖子骂骂咧咧。我从小就把他捧在掌心当个宝，养大了居然带个男人回家，说要过一辈子。他这不是诚心要气死我吗？奶奶也一个劲的抹眼泪。幺儿从小那么懂事，指定是祖坟出了问题。等过了年，我就去烧香拜佛，请高人灌符水，做法事。你们这些小辈也是，别学你叔叔，一天天的不务正业。该结婚结婚，该读书读书，别老是异想天开。眼看着火力将要倾泻而下，我毅然决然决定起身，公开自己失业的事，至少护住堂兄和妹妹。但堂兄先我一步站起了身，张嘴就是我要退学。我虎躯一震，满脸震惊地看向堂兄，我以为我已经够猛了，却没想到有人比我还要骁勇。堂兄一直成绩优异，考上了名牌大学，一路硕博连读，一直是家里的骄傲。而如今他神采奕奕地说着，即便是考上博士，出来也是给别人打工。但我有个朋友在缅甸那边有一条路子，只要投入就能一本万利，一年赚500万，不是问题。我过完年就去缅甸，就等着我赚大钱回来吧。好像也没吃多少，便也加了些他爱吃的菜，给他热了一碗饭。推开门，只见他仍然沉浸在手机的世界里。妹妹刚上初中，家里给她配了手机，平时是不让玩的，过年才放开，让她歇歇。这个年纪的孩子难免贪玩，大过年的让他玩个尽兴也好。我看他快整个人钻进手机里了，刚想出声提醒让他离远一些，免得近视，却忽然瞥见聊天框。妹妹，班主任好帅啊，我真的每天都想和他结婚。对面大概是他同学，你们年龄差别太大了，而且班主任有老婆啊。妹妹满不在乎地打着字，结婚怎么了？年龄差又算什么？只要相爱，什么都不是问题。哐当，是我手里的碗摔在了地上，一起碎掉的，还有我凌乱不堪的理智。妹妹这才发现我，姐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怎么偷看人家手机？你，我哆哆嗦嗦地指着她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妹妹满脸慌张，连忙让我别出声，双手合十，连连央求，求求你，千万别告诉爸妈。但是，不是，我半晌之后才捋直舌头问出一句话，你为什么会喜欢你们班主任呢？我不理解，我真的不理解。别的先不谈，喜欢班主任，喜欢什么？喜欢写不完的作业，考不完的试卷，还是喜欢脚都迈不开的课间跑操？我读书那会没给班主任扎小人，都纯属因为尖锐物品带不进学校，这完全属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范畴吧。妹妹连忙让我小声点，要是爸妈知道我爱上了班主任，一定会逼我转学的。又是2声哐当，爸妈一人端了一碗饺子，大概是也准备给我和妹妹开小灶，正好全听见了。他们完全一副天塌了的表情，互相伸手掐了掐对方，以防这是一场家门不幸的噩梦。半晌之后，尖叫声在刚刚才安静的老家响彻云霄。今年可真热闹，大伯婶婶那边刚安静下来，我们这边又开始喧嚣。爸妈一致认为妹妹是看小说看的，肯定是受到了什么霸道班主任爱上我的荼毒，再不然就是看了什么短视频，把脑子看坏了。于是他们齐齐上手，不但要删除手机里的小说视频软件，还要以年为单位，长期禁止妹妹触碰手机。妹妹抵死不从，抱着手机就是不撒手。我在旁边干着急，又想劝又想拦，最后啥也没干成。终于抢到了手机，爸爸直接往地上一摔，随着尖叫和碰撞声，手机当场被摔烂，屏幕都飞出去了。爸妈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整张脸涨得通红。妹妹哭着把人往外推，你们走，我不要你们了，我明天就离家出走。说是离家出走，但她却是在把我们往外赶。大门被砰的一声关上，传来反锁声之后，房间里面只传来妹妹断断续续的哭声。爸爸甚至还想踹门，被妈妈拦下了。爸爸粗脖子瞪眼，你拦着我干什么？我进去把他拽出来。妈妈没好气的把爸爸一推，你真把他拽出来干什么？真打死他？你舍得行了，让他先冷静冷静，冷静完了我再和他好好谈。孩子年轻不懂事，光打骂是没有用的，得跟他把道理说清楚，讲明白。爸爸也觉得妈妈说的在理，但无奈心里实在憋得慌，佝偻着身子对着手转悠了半天，跟爷爷一起蹲在院子里抽烟去了。这年过得真是，一直到第2天早上吃饭的时候，妹妹都仍然躲在房里不出来。爸爸一晚上没睡，眼睛熬得通红，却仍在赌气嘴硬，咱们吃咱们的，不管他饿死他得了。妈妈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光会嘴上说，也不知道是谁昨天担心的一晚上没睡着，翻了一宿的身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煎饼翻锅呢。爸爸不接这个话茬，偏头看向别处。
妈妈也声声叹气，从昨天晚上就没怎么吃，这人哪受得住？我说这个倒是不用担心，现在过年家里到处都是吃的，房里还有2个零食大礼包呢。妈妈还是不放心，光吃零食哪能饱肚子？我继续宽慰她，她又不傻，要是真饿了也会自己偷偷出来找东西吃的。妈妈还是说，我待会儿煮碗馄饨，你给她端去吧。你们姐妹俩说话总是比我方便些。我点点头，我本来也是打算吃完饭之后去找妹妹好好谈谈的。我端着馄饨敲着门，门里的妹妹传出沙哑的声音：“没人。”我不禁觉得好笑，故意高声说着：“没人啊，那太可惜了。那我就把妈妈做的馄饨吃掉喽。”皮薄馅大，汤鲜肉香，还包着大虾仁的馄饨，只能被我吃掉喽。门唰的一声被打开，妹妹伸手从我手里抢碗，我往后一躲，小心别烫着，我不跟你抢。扭捏了一番，妹妹终于低着头放我进屋。我把碗搁在桌上，她立刻拿起汤勺，开始狼吞虎咽，一口一个。要不是有汤饭，指定得噎着她。看来真是饿了。估计也是心里烦乱，哪怕房间里有零食也没心情吃。我也不急着说话，坐在床上看床头摆着她被砸坏的手机，无声地叹了口气。妹妹终于还是呛着了，一时间咳得满脸通红。我伸手拍拍她的背，她顺了气，却咳得更厉害，眼泪都咳了出来，挂在脸上和鼻涕一起糊了满脸。我有些嫌弃地把纸巾往她那边推了推。妹妹擤着鼻涕，含糊不清地问我：“姐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别不要脸？”这话倒是把我问住了，但想了想之后，还是摇了摇头。你是我妹妹，我不相信你是真想给人当小三，只是跟朋友瞎聊口嗨吧。妹妹低着头，我当然知道不能当小三，但我是真的很喜欢班主任。我仍然不理解，尽力克制住翻白眼的冲动，低声追问：你怎么会喜欢自己班主任呢？她支支吾吾半天，红着脸跟我讲起她的少女心事。军训的时候我崴了脚，是班主任把我背到医务室，她的背好宽阔，好有安全感。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郑重地抓着他的肩膀，看着他的眼睛。你现在正在青春期，春心萌动，激素紊乱出现，这种情况很正常。你还太年轻，分不清头脑一热和真心喜欢。我能分清。妹妹下意识想反驳我，我也不打算在这一点上与她多做辩论。比起计较她是否真的知道什么是爱，我更希望能教会她保护自己。于是我说，我问你，如果你们班主任说也喜欢你，想和你谈恋爱，你该怎么办？妹妹支支吾吾，脸上羞红。她不会，她要是喜欢我的话，我直接戳破她的少女幻想，那就说明她是个赤裸裸的人渣，你需要立刻报警。妹妹一愣啊，我继续严肃地告诉她，你喜欢他，那是你年轻不懂事，他要是也喜欢你，那叫犯法。你才12岁，世界观还没构建完全，社会经验更是空白。任何一个三观正常、有责任、有担当、值得托付的男人，都不会对年龄那么小的孩子起不该起的心思。妹妹似懂非懂。我又压低了声音问，况且他已经结婚了，你觉得背叛伴侣和年轻学生暗生情愫的会是什么人？妹妹嘴唇蠕动，半晌吐出2个字：贱人。我暗自松了口气，心里略微欣慰，还好还能交得回来。所以不管你有多喜欢他，他只要做出一丁点回应，你都要警觉起来，保护好自己，才能不被贱人伤害。妹妹下意识反驳，他不会的，他不是那种人，我并不和他杠，那最好不过了。妹妹偷偷看了我一眼，姐，你难道不觉得我喜欢班主任是很自轻自贱的事？我摸了摸她的头，爱和喜怒哀乐一样，是人自然而然产生的情感，它不可耻。你基于爱这个情感做出什么行为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姐姐多一句嘴，给人当小三这种话，哪怕在背后和朋友聊天都不要说，不只是怕给人留什么画饼让你讲不清楚，更重要的是人前人后都得保持做人最基础的礼义廉耻。哎呀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她整张脸羞得通红，拿被子捂住了头。我那只是……妹妹羞得直在被子里打滚。我又和她笑闹了一阵子，长出了一口气，离开了房间。此时爸妈正坐在沙发上唉声叹气。妈妈说，不管怎么样，等过完年就去办转学，换个女班主任才能放心些。爸爸欲言又止，大概是想提小叔，又不知怎么开口。妈妈看他的神情，大概也猜到了一二，抿着嘴沉默了半天，又咬牙道：那就换个丑的，丑的倒胃口，看一眼能把年夜饭吐出来的。我听乐了，那要是把妹妹养成练丑痞了怎么办？我忽然出声吓了他们一跳。爸爸没好气地啧了一声，什么时候了，还拿你妹妹寻开心？妈妈追问，馄饨她吃了吗？精神怎么样？都挺好。我也和她聊了聊。我拉了张椅子，坐到父母对面，一本正经地说着，爸，你敢不敢把手机给妈妈，检查你和好哥们的聊天记录？爸爸明显一愣，你干嘛？忽然说这个。我又扭头看向妈妈，妈，你敢不敢跟爸爸说，你平时和小姐妹都聊些什么？两人的神情都有些躲闪，我重重叹了口气，我已经打探过了，妹妹就只是在和朋友之间口嗨吹牛而已。
随口乱说的，被强制在家人面前曝光聊天信息，真的很无助。父母一听这话，对视一眼，神情都有些松动。爸爸又重重叹了口气，可他才12岁，这些话该是12岁的孩子说的吗？我看就是手机玩多了，以后手机电脑都不许他碰。你12岁的时候，隔壁班男孩子写情书约你出去表白，你以为他要约架，还喊了表哥去堵人呢。不说这个，不说这个。我老脸一红，连忙打断，清了清嗓子，强装正经。网络的发展让他们比我们更早的接触更多的信息，所以在我们看来，现在的孩子一定是早熟的，但阻碍他们的正常发展，强行把他们封闭起来，会让他们与同龄人越来越没有话题，更严重的甚至会缺少一些常识性的知识，以至于与社会脱节。你们也不想妹妹变成没人搭理的孤僻小孩，长到18岁后拿着手机连二维码都不会用吧？妈妈依旧在迟疑，可是要是完全不管的话，没说完全放任不管。我深吸了口气，只是说教育的方式该改变了。妹妹已经开始长大了，不能一直把她当孩子管着。她已经开始有了恋爱的观念，有关婚姻、有关家庭的知识经验，就已经可以慢慢告诉她了。一味的让孩子远离，无法保护他们，你得让他们理解这个东西为什么危险，以及如何保护自己。妈妈又去和妹妹谈了很久，不知道他们讲了些什么，但妈妈最后同意不给妹妹转学，并同意妹妹用压岁钱买新手机。但爸爸还是决定，至少初中阶段每天接送妹妹上下学，并且要更加关注妹妹的班主任。终于消停下来，我坐在门口看烟花发呆，感慨今年真是一波三折。忽然堂兄不知何时悄悄凑到了我身边，慧慧，你这头发染得挺好看啊。终于回家那么久了，我的耳环，我的黄毛都快被我自己忘了。终于有人提起这事了，我瞬间甚至有流泪的冲动。再没人提起，我都要怀疑家里人是不是集体突发性色盲了。但还没等我说话，堂兄就压低了声音问，染得这么漂亮，肯定很贵吧？你在外面这一年赚了不少。瞬间一盆冷水浇了下来，我翻了个白眼，问堂兄，你屁股已经不疼了？堂兄的面容有片刻扭曲，但很快他强装镇定。那些老古董就是接纳不了咱们年轻人的思想，我也接纳不了。我郑重其事地拍着他的肩膀，现在最要紧的任务是下载反诈 app， 你们怎么就都不信呢？堂兄一阵焦急，现在正是一个风口，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，只要投钱进去就一定是一本万利。你不想挣了大钱回来光宗耀祖吗？你想想，你把沉甸甸的钞票往桌上一放，以后家里大小事还不都是你说了算？我很执着地继续泼着冷水，但也有可能你赔个裤衩子都不剩了。大伯和婶婶一把年纪变卖家产去缅甸捞你，兴许捞回来的还是碎片，得自己拼。见我完全没有被说动的可能，堂兄垂头丧气地走了。他毕竟也是成年人了，我也懒得和他多说，又吹了会风便回房睡觉了。我这2天都没睡好，晚上又熬了夜，第2天起来就已经是大中午。我们家的传统是年夜饭在老家吃，今天差不多也该收拾收拾各回各家了。大伯一家起得都早，先回去了，现在估计都在吃第2顿饭了。爸爸满脸嫌弃，欲言又止地看着我，大概是想说我起得太晚，又考虑到是过年不该念叨。我也乐得假装没看见。就在跟爷爷奶奶告别的时候，爸爸手机忽然响了起来。爸爸习惯开着外放，电话那头大伯和婶婶焦急慌乱的声音，便让在场的人都听了个一清二楚。不好了，那混小子真的偷了房产证和存折跑出去了，留了张字条说赚了大钱就回来，他真的打算去缅北，这时候说不定都在机场了。什么？在场之人齐齐倒吸一口凉气，爷爷更是连吸了2口气没顺上来，直直地往地上倒。还好妹妹尖叫一声扶住了爷爷，我也惊出一身冷汗，连忙上手去扶。只看爷爷面无血色，呼吸紊乱，伴有轻微抽搐。我当即高喊：快打电话叫救护车！一时间电话两边都在骚乱，我们这边人多，喊的喊，跑的跑。妈妈赶紧掏出手机打电话叫救护车，大伯那边还一个劲的问是怎么了，乱作一团。还是奶奶赶紧从口袋里掏出药来，赶紧塞进爷爷嘴里。救护车来的也快，我和爸爸一起送爷爷去医院。奶奶说什么都要跟着一起去，实在是救护车里装不下这么多人。妈妈和妹妹都先留下陪着奶奶。在车上，爷爷看着就平稳了些，闭目养着神。爸爸这才得空跟大伯说，这边应该没事了。婶婶也不知是被吓得还是着急，一直在哭。这个讨债鬼要把家里闹得不得安生才罢休吗？大伯说，我要开车去机场，就算把那秃崽子的腿打断，也得把人拖回来。现在去也来不及了吧？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示意爸爸把手机给我。爸爸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把手机递到我手里。我对着电话那头的大伯和婶婶说，报警吧。虽然不知道他具体航班什么时候起飞，但机场附近的警局出警速度肯定比你们坐车去机场找人要快。大伯和婶婶都有些犹豫，报警，这警察要是要抓他去坐牢怎么办？这要是留案底，他这一辈子可就毁了呀。不会的，他是被骗，最多就是警告教育。我笃定地说着，退1万步来说，就算是坐牢，就算留案底，
也比被骗去缅甸强。大伯婶婶那边短暂犹豫之后，下定了决心。好，慧慧说的对，蹲2年牢都比缺胳膊少腿强。很快，大伯那边报了警，我们也到了医院。医生说爷爷的状态还好，药吃得很及时，但毕竟年纪大了，还是住院观察一下更稳妥。我让爸陪着爷爷跑上跑下，把住院手续安排妥了之后，又抽空给妈妈打电话，表示一切安稳。奶奶抢过手机，连连追问：慧，老头子真没事吧？老人家讲电话声音实在有些大。我下意识把手机拿远了些，又怕奶奶听不见我讲话，调小话筒音量后，又凑到耳边：奶奶您放心，真没事，医生都说了，只是住院观察一下。那就好，奶奶念叨着，别怕花钱，奶奶有存款，多少钱奶奶出。我连声推辞，又安慰了许久。挂了电话后，往病房里去。爸爸站在走廊，像是刚打完电话，见我正好走上来，连连对我招手，人拦下了。我问，爸爸点头，就差一点说是安检都过了，在登机口被扣回去的。你大伯和婶婶也正在往那边警局去，他们夫妻2个都是一样的暴脾气。这边我盯着，你赶紧去那边警察局拦着点，别真把人打出好歹来。好，我应下。爷爷这边你先盯着，我晚上来交班。过年期间打车实在是贵，但这种时候也顾不上这些。我火急火燎地赶到警察局，一进门就看见大伯一个巴掌抡圆了，抽在堂兄脸上，2、3个警察愣是没拦住。婶婶抬腿就是一脚往堂兄腿上踹，堂兄当场就跪了。还好是来得及时，我连忙出声：大伯、婶婶，别真把人打出好歹来，消消气。慧慧，你怎么来了？2人见我来，一时间有些诧异，火气确实是散了些，连声追问：爸怎么样？爷爷没事，我爸在医院陪着呢。堂兄本来被打得还满脸不服气，一听我这话，浑身一个哆嗦，都来不及爬起来，赶紧问：爷爷怎么了？大伯，那刚下去的火气又蹭蹭往上涌，你还有脸问？我今天打死你个混账玩意儿！又闹腾了好一会儿，好说歹说，终于是把人劝住。大伯和婶婶又开始对警察千恩万谢，太感谢了警察同志，真是辛苦，你们大过年的来回折腾，都是我们平时疏于教导。我们带他回去，一定严加管教。堂兄听说因为自己的事，爷爷犯了心脏病送进医院，哪怕心里还是不服气，这时候也顶着个无指印，满脸懊悔羞愧。反诈专员特意来对堂兄进行教育，但堂兄依旧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被骗。这路子是我一个铁哥们介绍给我的，我们俩是过命的交情，谁害我，他都不会害我。况且我又不是傻子，我是认真了解过了整条产业链的，网上相关资料都能查得到，是你们太妖魔化诈骗了，哪就那么厉害？于是，在堂兄的举报下，警察逮捕了诈骗犯，顺藤摸瓜，端掉了一整个诈骗窝点，清理了众多虚假网站，可喜可贺。离开警局的时候，堂兄手机里多了个反诈 app。好了，现在堂兄脸上通红的巴掌印看不出来了，他整张脸都红透了。我拍了拍堂兄的肩膀，哥呀，我知道你因为一直在读书，拿着家里的钱，觉得自己在啃老，急着赚钱证明自己。但咱们好歹一步一个脚印走，天上就算会掉馅饼，那随便捡路边的东西吃也不健康啊！谁晓得平流层有什么灰尘颗粒、病毒细菌？堂兄不语，只一味的变红，像是要和门口的灯笼抢风头。堂兄被拎回去之后，应该还有一顿教育。晚上我接爸爸的班，在医院陪着爷爷，正在打盹，忽然瞥见门口有个身影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小叔。他脸色上尽是担忧，一直往病房里张望，却不往里走。我拍了拍旁边空着的凳子，小叔来了，担心爷爷吧？别站着了，坐啊！小叔沉默了半晌，还是进来坐下了。他始终一言不发，气氛局促又尴尬。我尝试开口，你也不用太担心，爷爷没事。堂兄也得到教训了，非常深刻。小叔重重地叹了口气，爸这样也不只为你堂兄，多少也是为我的缘故，心里一直堵着，是我不孝，考虑不周，不该把人带回来的。眼看小叔神情落寞，我也不知该劝些什么，忽然就听见爷爷开口说话，就只是不该带人回来。爷爷也不知是何时醒来的，撑着身子就要从床上坐起来。小叔坐得更近，下意识伸手要扶，却被爷爷一把推开。爷爷咳嗽2声，撑着床站起来，哆哆嗦嗦，伸手指着小叔：从小到大，全家上下都疼你，从小捧着你当个宝，真是我们把你惯坏了。你找个男人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在背后戳你的脊梁骨？爷爷剧烈的咳嗽，我赶忙上前顺气，偷偷使眼神示意小叔先走。小叔双目通红，眼眶湿润，紧紧握拳又松开，竟然扑通往地上一跪。那您打死我吧！爷爷气得够呛，竟然真的举起医院的塑料凳，做事要往小叔头上砸，吓得我连忙伸手去拦。小叔躲也不躲，挺直腰杆跪着：我的命是您给的，但我真的没法和女人结婚。怎么不能？爷爷咬牙问道。小叔抬头问：咱家也有女孩，不说别的，慧慧要是嫁给我这种人，您能同意吗？这不是害了人家姑娘一辈子吗？爷爷一愣，高举的板凳僵在空中，一时间哑口无言。小叔眼泪一颗一颗往地上落。爸，我改不了，我也偷偷难受过，恨自己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。
一样，但我真的改不了。我已经30岁了，只想和喜欢的人过一辈子，只是这样而已。爷爷高举着板凳，砸也不是，放也不是，眼眶也是一片通红。但我说你什么好啊？就在这时候，一抹黑色的身影窜进了病房，扑通一声跪挡在小叔身前。是小婶子不对，是那个黑皮寸头男，太违和了。这句小婶子，我实在叫不出口。寸头男嬉皮笑脸的连声哄着叔，别动气，别动气，先把板凳放下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小叔明显是愣了一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是叫你别跟着吗？寸头男只当没听见，满脸堆笑的起身，弓着腰从爷爷手上取下了板凳。实在不行，您打我出气，别气坏了身子，不值当。我一看就知道您身子骨硬朗得很，适当锻炼有助于健康。你要是乐意，把我当沙包打都行，我皮糙肉厚，抗揍得很。爷爷满脸的皱纹都要挤在一块，想骂人又只堆上一张大笑脸，想说话又不知该怎么开口，只能赶苍蝇似的烦躁挥手，滚滚滚，都滚！看见你们就烦，得嘞，我们这就麻溜滚蛋，不打扰您休息。寸头男一把捞起小叔，又回头笑着说：“元宵，我们再提东西来看你。”爷爷重重地哼了一声，但也没出言反对。到了元宵，爷爷早出院了，妹妹买了新手机，乐得走路都带蹦堂兄，屁股也没那么疼了，至少能坐在椅子上。小叔果然带着那个寸头男来了，年夜饭没好好吃，爷爷奶奶一致觉得元宵的补一顿，一年到头怎么也得好好热闹热闹。那寸头男绝对是个能人，我从没见过那么能的人。刚到家，拎着礼物就去给爷爷奶奶问好，也不管他们脸色好不好看，净捡着好听的话讲。刚放下东西就帮着干活，切菜洗菜倒是利索，还和妈妈婶婶唠着家常，很快就聊得热络。酒桌上3两杯酒下肚，又跟爸爸大伯勾肩搭背，论起了兄弟妹妹，悄悄跟我说，难怪他能拐到小叔，我深表同意。堂兄也凑过来，不过小叔是不是不高兴，怎么一直没讲话？抬头看去，果然小叔抿着唇，低头吃着饭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妹妹轻轻啧了一声，笨。小叔明显是害羞了。堂兄表示不理解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有寸头男活跃气氛，这顿饭大家都吃得很高兴。晚上我起来喝水，刚开灯就见那寸头男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，我还没问他，他就做了个嘘声的手势。你小叔睡了，我酒喝多了，胃里烧得慌，出来坐坐。别跟你小叔说，我给他倒了杯水，你喝那么多干嘛？我们家里人又不会灌你酒。嗨，酒桌如战场，我今天可是来讨名分的，得让大家都喝得舒心才行。我忍不住由衷地说了一句，我还真是佩服你，你真不怕我爷爷拿刀砍你？寸头男低笑2声，要砍也是第一次上门就砍了，反正我也做好准备了，往前数个30年，我和你小叔这样，即便不拉去进猪笼，也属于精神疾病的范畴，老人家接受不了，再正常不过了。我早些年出柜至今，和家里还没联系呢。那你还到我家来？往年这个时候门口早就张罗起来了，大人嗑瓜子，小孩放鞭炮，热热闹闹的。我是想着过年说不通就元宵来，今年说不通就明年来，明年不行就后年。你爷爷心疼你，小叔早晚会松口的，毕竟你小叔他真的很想被家里人祝福。我大为感动，郑重其事地看着他的眼睛，我小叔就拜托你了。小婶子3个字，他浑身一颤，明显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你还是管我叫哥吧。我出声提醒，辈分乱了，那就也管我叫小叔。元宵过后，大家各回各家，爸妈很快要开始上班，妹妹也临近开学，在猛补寒假作业。我悠悠哉哉地在家躺着，天天睡到自然醒，哼着小曲唱着歌。父母觉得奇怪，于是问我，你咋还不走？你们几号上班啊？我有些疑惑地问，我辞职了。你辞职了？爸妈惊得跳起来，作死啊！你知道你爸给你找这个工作托了多少关系吗？你要干什么？要在家里等死吗？还有你这是什么口发？耳朵上戴的什么玩意儿？你该不会是在眉毛上穿了个孔吧？你准备去当妖怪？你过完年都30了，婚也不结，工作也丢了，你老了打算进养老院被护工扇巴掌吗？救命！我被爸妈这通连珠炮似的质问，轰得脑袋发懵，手里端着的水杯差点没稳住，水溅出来几滴，烫得我指尖一缩。辞职怎么了？我梗着脖子反驳，那工作本来就不是我喜欢的，天天加班加到后半夜，拿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。我辞了他，怎么就作死了？爸爸气得吹胡子瞪眼，指着我染得发亮的黄毛，手都在抖。你看看你这德行，染着这么个鸡窝头，带着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，像什么样子？正经公司哪个会要你这样的？我正不正经跟头发颜色有什么关系？我摸了摸耳边的弹簧耳夹，心里有点委屈。这可是我特意为了扛火力准备的造型，结果从头到尾没一个人正儿八经关注过。你们就知道看外表，我在那公司熬了3年，从实习生做到项目主管，拿的奖金比工资还高，这些你们怎么看不见？妈妈叹了口气，语气软了些，却还是带着浓浓的担忧。慧啊，不是妈说，你女孩子家稳定最重要，你都30了，没个稳定工作，没个靠谱对象，以后可怎么办啊？
我自己能养活自己，怎么就不行了？我把水杯往茶几上一放，发出哐当一声响。你们总说我30岁了，30岁怎么了？30岁就必须结婚生子，按部就班的过你们眼里的好日子吗？小叔30岁追求自己的幸福，你们骂他；堂兄想赚大钱，你们打他；妹妹青春期有点小悸动，你们摔他手机。我就想辞个职，过自己想过的生活，怎么就成了大逆不道了？这话一出，爸妈都沉默了。爸爸别过脸，看着窗外眼圈有点红。妈妈低下头用围裙擦着手，半天没吭声。客厅里的气氛又陷入了诡异的安静，只有厨房里传来水壶烧开的呜呜声。我心里也有点不是滋味。其实我不是故意要跟他们吵架的，我只是憋得太久了。从染黄毛辞职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憋着一股劲，想让他们看看我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了，不是那个需要他们事事操心的小丫头了。可到头来还是闹成了这样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爸爸才缓缓开口，声音沙哑：“我和你妈不是非要逼你怎么样，我们只是怕你吃亏，怕你一个人在外头受委屈。你一个女孩子无依无靠的，要是工作没了，生病了怎么办？老了怎么办？我有积蓄，我有医保，我还有朋友。”我轻声说：“爸妈，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但我真的不想再过那种一眼望到头的日子了。我辞职之后，想自己开个工作室，做我喜欢的设计。我已经攒了一些客户，也看了几个办公的地方，不是一时冲动。”妈妈抬起头，眼里满是惊讶：“你要开工作室做设计，你怎么不早跟我们说？我怕你们不同意，怕你们说我不务正业。”我苦笑着说：“你们总觉得女孩子就该找个稳定的工作，嫁个好人家，相夫教子。可我不想那样，我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，哪怕累点，哪怕失败了，我也不后悔。”爸爸没说话，只是从口袋里掏出烟盒，想抽根烟，又想起家里不让抽烟，又把烟盒塞了回去，烦躁地抓了抓头发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我愣了一下，这个时候谁会来？妈妈连忙去开门，门外站着的竟然是小叔和那个寸头男。寸头男手里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脸上挂着憨厚的笑。小叔站在他身边，有点局促，看到我，还朝我尴尬地笑了笑。爸妈，我们来看看你们。小叔的声音有点小，像是怕惊扰了谁。爸妈显然也没料到他们会来，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。爸爸皱了皱眉，没说话。妈妈倒是反应快，连忙侧身让他们进来。快进来吧，外面冷。寸头男拎着东西进了屋，熟门熟路的把东西往厨房放，还笑着说：“叔婶，我和阿哲买了点水果和补品，还有你爱吃的酱肘子，我特意去老字号买的。”这个寸头男叫陈野，是小叔的男朋友。这2天我听小叔提过，他是个健身教练，性格开朗，人也实在。陈野把东西放好，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，塞到妈妈手里：“婶新年快乐，一点心意。”妈妈连忙推辞：“不用不用，来就来了，还带什么东西？快收回去。”“婶，你就拿着吧。”陈野笑得一脸真诚：“这是我和阿哲的一点心意，之前过年没来得及好好拜年，今天特地补上。”小叔也在一旁帮腔：“妈，你就收下吧。”妈妈拗不过他们，只好把红包收下，脸上的神色缓和了不少。爸爸坐在沙发上，脸色依旧不太好看，但也没说什么难听的话。陈也是个会活跃气氛的人，没一会儿就跟爸妈聊了起来。他嘴甜一口一个叔，婶叫着，还跟爸妈讲他和小叔的事，讲他小时候的糗事，逗得妈妈时不时笑出声来。小叔坐在一旁看着陈野，眼里满是温柔，偶尔和爸爸对视一眼，又赶紧低下头，像个做错事的孩子。我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有点感慨。其实小叔和陈野是真心相爱的，他们只是想和普通人一样，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，为什么就这么难呢？聊了一会儿，陈野站起身，搓了搓手，看着爸爸，一脸认真地说：“叔，我知道你现在还不能接受我和阿哲在一起，但我是真心喜欢阿哲的，我想和他过一辈子，我会好好照顾他，不会让他受委屈的。你放心，我虽然是个健身教练，但我有房有车，收入也稳定，我有能力给阿哲幸福。”爸爸没说话，只是看着他，眼神复杂。小叔也站起身，走到爸爸面前，深吸一口气：“爸，我知道我让你丢脸了，让你生气了，但我真的很爱陈野，我离不开他。如果非要我和一个不喜欢的女人结婚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开心的。爸，求你了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”说完，小叔又扑通一声跪了下去。陈野见状也跟着跪了下去，和小叔并排跪着。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爸爸猛地站起身，想去扶他们，又有点犹豫。“快起来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怎么能随便跪？”“爸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”小叔抬起头，眼里满是倔强。妈妈也在一旁劝：“老头子，你看这孩子多实在，阿哲也是真心喜欢他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咱们就别逼他了。”爸爸看着跪在地上的2个人，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的我，叹了口气，声音里满是无奈：“罢了，我管不动你们了，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只要你们以后能过得好，不后悔就行。”
小叔和陈野一听，脸上顿时露出了狂喜的神色，两人连忙站起身，对着爸爸连连道谢：“谢谢爸，谢谢叔。”爸爸摆了摆手，转身进了房间，背影有点落寞。我知道他心里还是别扭的，但他终究还是妥协了。他不是不爱小叔，只是一时半会儿还没法完全接受而已。妈妈看着他们笑着抹了抹眼角的泪，好了好了，都别站着了，快坐，我去给你们做饭，今天就在这儿吃。哎，谢谢婶。陈也笑得像个孩子，连忙挽住妈妈的胳膊，婶我帮你打下手。妈妈被他逗笑了，点了点他的额头，你这孩子嘴真甜。看着厨房里热热闹闹的景象，我心里也暖暖的。我走到爸爸的房门口，轻轻敲了敲门，进来。爸爸的声音传来，我推开门，看到爸爸正坐在书桌前，手里拿着一张小叔小时候的照片，默默地看着。爸，我走到他身边，轻声说。爸爸抬起头看着我，叹了口气，慧慧啊，爸爸是不是老了，跟不上你们年轻人的想法了？不老，我摇了摇头。爸，你只是太爱我们了，你只是希望我们能过得好。爸爸放下照片，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欣慰。你能理解爸爸就好。你说你要开工作室，爸爸支持你，钱不够的话，爸爸这里有。不用，爸，我有钱。我笑着说，等我工作室开起来了，一定请你和妈去剪彩。爸爸点了点头，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。好，爸爸等着。就在这时，妈妈在外面喊：“吃饭了，都别待在房间里了。”我扶着爸爸站起身，走出了房间。饭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饭菜。陈野和小叔坐在一旁给爸妈夹菜，说着贴心的话。妈妈笑得合不拢嘴，爸爸的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。妹妹也从房间里出来了，她换了一身新衣服，手里拿着新买的手机，凑到我身边，小声说：“姐，谢谢你。”我摸了摸她的头，笑着说：“傻丫头，跟姐姐客气什么？”堂兄也来了，他是被大伯押着来的。他的脸上还有点肿，看到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。慧慧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现在可能就去缅北了。知道错了就好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以后别再异想天开了，好好读书，脚踏实地才是真的。堂兄点了点头，一脸懊悔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一定好好读博，争取早日毕业，找个好工作。大伯坐在一旁，看着堂兄叹了口气，这孩子总算长记性了。饭桌上的气氛越来越热闹，大家有说有笑，其乐融融。我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心里感慨万千。这个年虽然过得鸡飞狗跳，一波三折，但最终还是迎来了圆满的结局。小叔和陈野得到了爸妈的认可，堂兄迷途知返，妹妹也解开了心结，而我也终于向爸妈坦白了自己的想法，得到了他们的支持。我举起酒杯，看着大家笑着说：“来，我们敬爷爷奶奶一杯，祝他们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”大家纷纷举起酒杯，齐声说：“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”窗外的烟花又开始绽放，绚烂的光芒照亮了夜空。我看着窗外的烟花，又看了看身边的家人，心里充满了温暖。或许生活就是这样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波折和意外，但只要家人之间互相理解、互相包容、互相支持，就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。吃完饭，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，陈也提议要给大家表演个节目，说着就站起身做了几个健身的动作，引得大家哈哈大笑。小叔看着他，眼里满是爱意。我知道他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很幸福。妹妹拿着手机在一旁和同学聊天，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。她已经想通了，对于班主任的喜欢只是青春期的一场小悸动，以后她会把这份喜欢藏在心里，好好学习，好好长大。堂兄坐在一旁，和爸爸讨论着他的博士论文，眼里满是憧憬。他已经规划好了自己的未来，不再好高骛远，而是脚踏实地地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。我看着这一切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我拿出手机，给我的工作室设计图拍了张照，发了个朋友圈。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，愿我们都能勇敢地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不负韶华，不负自己。刚发出去没多久，就收到了很多点赞和评论，朋友们都在为我加油打气。我看着那些评论，心里充满了动力。就在这时，爸爸走到我身边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慧慧，爸爸相信你，你一定能成功的。”我用力地点了点头，眼里闪烁着光芒。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，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或许会有很多困难和挑战，但我不怕，因为我有家人的支持，有朋友的鼓励，还有一颗勇敢追梦的心。我看着窗外的烟花，在心里默默地说：“加油，慧慧，你一定可以的。”夜深了，大家都渐渐散去。小叔和陈也牵着手走在回家的路上，月光洒在他们身上，拉长了他们的影子。妹妹已经睡着了，脸上还带着甜甜的笑容。堂兄也被大伯接回了家。临走前，他还跟我说，以后要常联系。我和爸妈坐在客厅里，看着窗外的夜空，久久没有说话。时间不早了，快去睡吧。妈妈看着我，笑着说：“我点了点头，站起身走到门口，又回头看了看爸妈。爸妈，晚安，晚安。”爸妈异口同声地说。我回到自己的房间，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
今天发生了太多的事，有争吵，有眼泪，有欢笑，有感动，但更多的是温暖和幸福。我拿出手机给小叔发了条信息：恭喜你，小叔。很快，小叔就回了信息：谢谢你，慧慧也祝你新的一年梦想成真。我看着那条信息笑了笑，放下手机，闭上眼睛。窗外的烟花还在继续绽放，梦里我仿佛看到了我的工作室开起来了，里面摆满了我设计的作品，客人们络绎不绝，都在夸赞我的设计。我站在工作室的中央，笑得一脸灿烂。新的一年，新的开始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。抬过年风波，胥窗外的烟花渐渐稀疏，夜色浓稠得像化不开的墨。我躺在床上，耳边还回荡着客厅里残留的欢声笑语，心里暖烘烘的，却又有点睡不着。手机屏幕亮了一下，是堂兄发来的消息：慧慧，我把那个所谓的铁哥们拉黑了，也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投资链接都删了。明天我就回学校，好好改我的论文。我笑着回了句：这才对嘛，脚踏实地比啥都强。等你博士毕业，我工作室要是开起来了，还得请你当法律顾问呢。堂兄回了个必须的表情包，后面还跟了个呲牙的笑脸。我能想象出他现在脸上的表情，肯定是带着点不好意思，又有点重新燃起斗志的模样。放下手机，我翻了个身，看着天花板上的光影发呆。辞职这件事，我其实筹划了很久。在原来的公司，我做的是设计岗，每天被甲方的各种要求改得晕头转向，那些天马行空的创意，最后都被磨成了千篇一律的模板。我早就想跳出那个圈子，做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设计，只是一直没敢跟爸妈开口，怕他们担心。这次借着过年回家，本想靠着叛逆造型先声夺人，没想到被小叔堂兄和妹妹的事抢了风头，倒也歪打正着，让我在争吵中把心里话都倒了出来。正想着，房门被轻轻敲了2下，我以为是妈妈，随口喊了声进来，结果推门进来的是爸爸，他手里端着一杯热牛奶，脚步放得很轻，还没睡。爸爸把牛奶放在床头柜上，声音比白天柔和了不少，有点兴奋，睡不着。我坐起身接过牛奶，杯子暖乎乎的，熨帖着掌心。爸爸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，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说：你说的工作室具体打算做什么？我愣了一下，没想到他会主动问这个。我捧着牛奶杯，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地说了出来。我想做原创文创设计，还有品牌视觉策划，现在国风很火，我手里攒了几个国风系列的设计稿，想先从这个入手。还有之前合作过的几个老客户，他们也愿意跟着我做。我怕他听不懂，又补充道，就是设计一些书签、笔记本、帆布包之类的东西，还有帮小公司做 logo 和宣传册。爸爸点点头，没说话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膝盖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，放在我面前，这里面有20万，是我和你妈攒的养老钱，你别嫌少，拿去启动工作室。我心里一震，看着那张银行卡，鼻子有点发酸。爸，我不要，我把卡推回去，我自己攒了钱，够启动了，你们的养老钱留着自己用。拿着。爸爸按住我的手，眼神很坚定。我知道你有积蓄，但创业哪有不缺钱的，多备点钱心里踏实。你妈说了，就算你亏了也没关系，就当是我们支持你追梦。爸，我喉咙有点堵，说不出话来。你从小就喜欢画画，小时候在墙上乱涂乱画，我还骂过你。爸爸笑了笑，眼里满是回忆。后来你考上设计学院，我和你妈偷偷高兴了好几天。你在外面工作这几年受了多少委屈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只是我们老了，思想跟不上了，总想着让你稳定点，却忘了你也是个有自己想法的孩子。我再也忍不住，眼泪掉了下来。原来爸妈什么都知道，他们不是不理解，只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关心我。别哭，爸爸笨拙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，你一个女孩子家也别动不动就哭。我被他这话逗笑了，擦了擦眼泪，哽咽着说：知道了爸，这钱我先拿着，等我赚钱了加倍还你。还什么还？爸爸摆摆手，你的工作室也是我们家的希望，以后好好干，别让我们失望就行。说完，他站起身，又叮嘱了一句：早点睡，就轻轻带上门出去了。我握着手里的热牛奶，看着那张银行卡，心里百感交集。这杯牛奶暖了我的胃，也暖了我的心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是被窗外的鸟叫声吵醒的。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。我伸了个懒腰，起床洗漱，刚走到客厅，就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味道。妈妈系着围裙，正在厨房里煎饺子，陈也在旁边帮忙打下手，嘴里还哼着小曲。醒啦，快来吃早饭。妈妈看到我笑着招手，陈也回头冲我笑。慧慧早，今天的饺子是我和沈一起包的，有你爱吃的韭菜鸡蛋馅。我走过去，看着锅里金黄的饺子，忍不住咽了咽口水。叔呢？在阳台呢，跟你爸下棋呢。陈也指了指阳台的方向。我走到阳台，果然看到爸爸和小叔正坐在石桌旁下棋。爸爸叼着烟，眉头紧锁，盯着棋盘，一副深思熟虑的模样。
小叔则显得轻松很多，手里端着杯茶，时不时落子，还不忘调侃爸爸2句。爸，小叔早啊！我打了声招呼，爸爸抬了抬头，嗯了一声，又低头看向棋盘。小叔笑着冲我点点头。早，昨晚睡得好吗？挺好的。我找了个椅子坐下，看着棋盘上的楚河汉界。爸，你这步棋走错了，要被小叔将军了。爸爸瞪了我一眼，小孩子家懂什么？嘴上这么说，手却还是拿起棋子改了一步。小叔哈哈大笑，还是慧慧眼尖。爸，你这是老眼昏花了啊！臭小子敢笑话我！爸爸拿起一颗棋子，做事要砸小叔，小叔连忙躲到一边，引得我也笑了起来。阳光洒在我们身上，暖洋洋的。这一刻，我觉得岁月静好，大抵就是这个模样。吃完早饭，妹妹抱着手机跑过来，拉着我的胳膊，一脸兴奋地说：“姐，我们班同学约我去逛庙会，你陪我一起去呗。”我本来想拒绝，毕竟还有工作室的事情要筹划，但看着妹妹期待的眼神，又不忍心拒绝。行吧，我陪你去。妹妹欢呼一声，又跑去跟妈妈报备。妈妈叮嘱了几句，注意安全，早点回来，就放我们走了。庙会就在镇上的文化广场，离我家不算远。我们步行过去，一路上到处都是张灯结彩的景象，红彤彤的灯笼挂满了街道，路上行人络绎不绝，都是喜气洋洋的模样。庙会上人很多，叫卖声、欢笑声、锣鼓声交织在一起，热闹非凡。有卖糖葫芦的，卖棉花糖的，还有捏面人、套圈的小摊，到处都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。妹妹像只脱缰的小野马，一会儿跑到这个小摊前，一会儿又跑到那个小摊前，眼睛都看直了。姐，你看那个面人好可爱啊，我想要一个。我笑着给她买了个小兔子面人，她拿在手里，宝贝都不行，还不忘跟我炫耀。姐，你看这个小兔子跟我一样可爱。我捏了捏她的脸，就你臭美。我们逛了一会儿，妹妹又被套圈的小摊吸引了。摊主是个中年大叔，嗓门很大，套圈啦，套圈啦，10块钱10个圈，套中什么送什么。妹妹拉着我的手撒娇道：“姐，我想玩套圈。”行，给你买10个圈。我付了钱，摊主递给我们一沓彩色的塑料圈。妹妹拿起一个圈，瞄准了一个毛绒玩具熊，用力扔了出去，结果圈在空中划了个弧线，落在了地上。哎呀，没套中。妹妹有点沮丧，没关系，还有9个呢。我安慰她。妹妹点点头，又拿起一个圈，这次她瞄准了很久，轻轻一扔，圈不偏不倚，正好套中了那个毛绒玩具熊。套中了，套中了！妹妹兴奋地跳了起来。摊主笑着把玩具熊递给她：“小姑娘，手气不错啊。”妹妹抱着玩具熊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我看着她开心的模样，心里也跟着高兴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忽然看到前面围了一群人，锣鼓声震天响。挤进去一看，原来是舞狮表演，2头狮子，一头红一头黄，在锣鼓声中跳跃翻滚，动作灵活，栩栩如生。舞狮的人技艺高超，狮子时而高高跃起，时而摇头摆尾，引得观众阵阵喝彩。妹妹看得目不转睛，嘴里还不停地喊着：“好厉害！”表演结束后，妹妹拉着我意犹未尽地说：“姐，明年庙会我们还来好不好？”“好啊！”我笑着点头。逛到中午，我们都有点饿了，找了个小吃摊，点了2碗馄饨，坐在路边的小桌子旁吃了起来。妹妹一边吃馄饨，一边跟我讲学校里的趣事，讲她的同桌上课偷偷看漫画，被老师抓个正着；讲她的好朋友考试考了满分，被老师表扬了；还讲她的班主任最近好像和师母闹了点别扭，脸色不太好看。姐，你说班主任会不会真的和师母离婚啊？妹妹眨着眼睛问我。我喝了口馄饨汤，慢悠悠地说：“那是人家的家事，我们别瞎操心。你现在的任务是好好学习，不是关心这些有的没的。”妹妹吐了吐舌头，知道啦。姐，你怎么跟我妈一样啰嗦？我敲了敲她的脑袋，我这是为你好。吃完馄饨，我们又逛了一会儿，买了些小玩意儿，就准备回家了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妹妹一手抱着玩具熊，一手牵着我，嘴里哼着小曲，脚步轻快。阳光洒在她身上，给她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。看着她无忧无虑的模样，我忽然觉得有时候幸福就是这么简单。回到家，刚进门就看到客厅里坐了好几个人，除了爸妈、小叔和陈野，还有大伯和堂兄。堂兄看到我，连忙站起身，手里拿着一沓纸：“慧慧，你回来了，我把我的论文大纲带来了，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修改的地方。”我接过论文大纲，坐在沙发上认真地看了起来。堂兄的论文是关于法学方面的，虽然我不太懂，但还是提出了一些排版和逻辑上的建议。堂兄听得很认真，还时不时地记笔记。慧慧，你提的建议太有用了，等我论文写完，一定请你吃饭。没问题，我笑着说。大伯看着我们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，这孩子总算开窍了。妈妈端着水果走过来，笑着说：“大家吃点水果。”慧慧，你和妹妹逛庙会玩得开心吗？开心，妹妹抢先回答，还把怀里的玩具熊举起来给大家看。你看，这是我套圈套中的。大家都笑着夸她厉害，妹妹得意地扬起了头。陈野忽然站起身，拍了拍手，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。各位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宣布。大家都看向他，眼里满是好奇。陈野清了清嗓子，笑着说：“我和阿哲打算下个月去领证。”
虽然现在还不能办婚礼，但我们想先把证领了，算是给彼此一个交代。小叔的脸瞬间红了，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爸妈对视一眼，都笑了起来。爸爸点了点头，好啊，领证是好事，到时候我们全家一起吃个饭，庆祝一下。谢谢叔，陈也激动地说，还不忘给小叔使了个眼色。小叔抬起头，眼里满是笑意。大伯也笑着说，好啊，好啊，到时候我来做东，请大家吃大餐。客厅里又热闹了起来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着领证那天要吃什么，要准备什么。我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心里充满了喜悦。这个年虽然开头鸡飞狗跳，但结局却无比圆满。小叔和陈也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，堂兄迷途知返，重新回到了正轨。妹妹解开了心结，变回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，而我也得到了爸妈的支持，可以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，或许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，但我不怕，因为我有家人，有朋友，有一颗勇敢追梦的心。夕阳西下，金色的余晖透过窗户洒进客厅，照在每个人的脸上，温暖而又明亮。我拿出手机拍下了这温馨的一幕，发了个朋友圈，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。新的一年，愿我们都能被温柔以待，愿我们都能勇敢追梦。刚发出去，点赞和评论就源源不断地涌了进来。我看着那些祝福的话语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窗外的天空渐渐被染成了橘红色，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，而我的新生活也才刚刚拉开序幕。橘红色的霞光漫过窗台，在地板上揉开一片温柔的光晕。客厅里的笑声裹着饭菜的香气飘过来，妈妈和陈也在厨房忙活着，锅碗瓢盆碰撞出细碎的声响。小叔靠在厨房门框上，看着陈也的背影，眼里的温柔要溢出来。大伯正和爸爸凑在一块儿翻看着手机里的老照片，絮絮叨叨说着小时候小叔和堂兄的糗事。堂兄红着脸抢手机，妹妹趴在一旁跟着咯咯笑，手指还绕着玩具熊的耳朵。我靠在沙发上，指尖划过手机里工作室的设计稿，国风系列的书签纹样在屏幕上格外清晰。想着再过几天去看的那间临街小铺面，阳光能透过落地窗洒在工作台前，心里就满是雀跃。爸爸不知何时走过来，坐在我身边，递过来一杯温茶。铺面看好了，要是觉得位置不合适，爸陪你再去转转。我年轻时跑供销，对镇上的地段门儿清。我接过茶，暖意在掌心散开。看好了，就在文创街那边，旁边都是手作店，氛围特别好，就是装修还得费点心思，想弄成原木风的亮堂些。爸爸点点头，掏出手机翻出个联系方式，这是我老战友的儿子，做装修的手艺好，还实在，你联系他就说是我介绍的，保准不坑你。我看着手机里的备注，心里软乎乎的。原来他嘴上不说，早就替我打听好了。正说着，陈也端着一盘糖醋排骨从厨房出来，嗓门亮堂：“开饭喽，尝尝我的拿手菜，保证大家吃了还想吃。”妹妹第一个蹦到餐桌旁，拿起筷子就要夹，被妈妈拍了下手背：“洗手去，急什么？”小叔跟在后面端着汤，走到陈也身边，悄悄替他擦了擦粘在嘴角的酱汁。陈也回头冲他笑，眉眼弯弯的，两人的小动作落在众人眼里，没人打趣，只都笑着低头摆碗筷，像是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温情。饭桌上，陈也说起领证那天的打算，想先去民政局，再去吃小叔爱吃的那家私房菜，还说要拍一组情侣照，挂在新房的客厅里。新房我都收拾好了，就在我那套房子，离阿哲公司近，次卧还留着。慧慧，你工作室忙的话，随时能去住，省得跑回家折腾。陈也夹了块排骨给小叔，又给爸妈各夹了一块，嘴甜得很。堂兄忽然放下筷子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慧慧，你工作室的合同要是需要你，我免费帮忙专业的，保证滴水不漏。”我笑着应下，大伯在一旁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才对，学以致用，比瞎琢磨那些歪门邪道强。堂兄挠挠头，喝了口酒，眼里满是笃定，等我毕业了就考公进司法局，踏踏实实做事。妹妹扒拉着碗里的米饭，忽然抬头说：“姐，等你工作室开了，我去给你当小助理吧，我会扫地擦桌子，还会帮你整理画纸。”众人都被他逗笑了。妈妈捏捏他的脸，先把你的寒假作业写完，再想着当助理。妹妹吐吐舌头，扒拉了一大口饭，嘟囔着：“肯定能写完的。”酒过三巡，爸爸和大伯喝得微醺，开始聊起来年的打算。大伯说要把家里的老院子翻修一下，种点花草。爸爸说想和妈妈去周边逛逛，趁腿脚还利索，看看外面的风景。小叔握着陈也的手，轻声说：“以后周末就带着爸妈去爬山。”陈也连连点头，说他来开车，还能帮着拎东西。我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碗筷碰撞的声响，家人的谈笑，饭菜的香气，还有窗外渐渐沉下来的夜色，星星开始在天边眨眼睛。手机震了一下，是之前合作的客户发来的消息，说想定制一批国风伴手礼，问我工作室什么时候能接单。我回了句快了，等装修好就联系他。指尖敲着屏幕，心里满是期待。
陈野忽然提议要去院子里放烟花，说着就跑去车里搬箱子，妹妹欢呼着跟在后面。堂兄也起身帮忙，小叔和爸爸搬着小凳子，妈妈和大伯收拾着餐桌。我跟在后面看着他们的背影，脚步都变得轻快。院子里的灯笼亮着，红彤彤的光裹着每个人。陈野点燃了烟花，绚烂的花火在夜空炸开。妹妹捂着耳朵，又忍不住抬头看，笑出声来。烟花一朵接一朵的绽放，照亮了院子里的每个人，照亮了墙上的福字，也照亮了眼里的笑意。我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幕，心里想着装修的事要抓紧设计稿，要再细化，还有好多事要做，但身边有家人陪着，什么都不怕。小叔和陈野靠在一起看着烟花，手牵着手，爸爸和妈妈站在一旁相视而笑。堂兄帮妹妹拢了拢围巾，大伯在一旁看着，嘴角挂着笑。夜空的烟花还在绽放，细碎的光点落在头发上、肩上。院子里的笑声飘得很远，风里带着年味，带着温暖，也带着对未来的期许。我知道工作室的装修会有磕磕绊绊，创业的路也不会一帆风顺，妹妹的学习会有新的难题，堂兄的论文会有新的挑战，小叔和陈野的生活也会有平凡的琐碎。但只要家人在一起，互相扶持，互相陪伴，所有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。烟花渐渐淡了，夜空恢复了深邃，却留着细碎的光点。院子里的人还在聊着天，妹妹靠在妈妈怀里，说着明天想去买新的笔记本。堂兄和小叔聊着装修的事，陈野在和爸爸说着开车的技巧，大伯在一旁抽着烟，看着眼前的一切，眉眼都是温柔。我走到窗边，看着远处的灯火，心里想着，新的一年就这样开始吧。有家人，有梦想，有温暖，一切都刚刚好，一切都还会更好。